计划得逞的欣喜还是掩不住那一丢丢的小尴尬。本来通常男生比女生高，背后抱的动作很容易就能让女方靠在自己胸口，画面就十分美好。但魏无羡对面的女主角比自己还要高个几厘米，这样抱过去，反倒是自己的脸颊贴上了对方的头发。蓝湛的头发软软的，还带着沐浴过后清爽的味道。蓝忘机缓缓抬起手，将身前的手臂扒拉下来，继续往前走了一步，面无表情地说着台词。虽然明知那些话并不是对自己说的，但听着那种拒绝的话语从自己喜欢的人口中说出来，魏无羡还是有些受不了。可这样的反复推拉的台词还有满满一页，魏无羡觉得他不能这场戏撑到正常结束，心一横直接跑到蓝忘机面前，将他一把推倒在身后的5人大床上。太过出乎意料，蓝忘机没来得及有任何反应，被迎面一推，还没来得及换下的浴袍领口都散开了些许。你都没有试过和我接吻的感觉，又怎么能确定自己有没有心动？说完，便捧着蓝忘机带着惊诧的俊秀的脸，直截了当吻了上去。魏无羡心里也没有底，但他知道如果不这样，两人的关系就会一直僵持着，说不定会撑到合约结束的那一天，两个人都还只是有名无实的情侣。那句台词，一个人说出来，一个人听进了心里。两人亲吻过无数次，掺杂着真真假假，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思和爱恋。到底是哪次接吻的时候心动的呢？魏无羡不清楚，他现在只想孤注一掷，用尽全力把面前这个人留下来。魏无羡觉得自己好久没有休息的那么好了，没有烦心事扰梦，也没有熬夜晚睡以致日上三竿。他睁开眼的时候天已经大亮，同时也有人推门进来唤他起床。早餐做好了，快起来吃吧。蓝忘机在床的一侧坐下来，看着还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的人。听到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，魏无羡一下子清醒过来，侧着头盯着床边的人，眨了眨眼睛，似乎是想确认自己是不是做梦。随后，昨晚的记忆陆续回到脑海，他才知道这些模糊的事情都是实实在在的发生过。蓝忘机无奈凑上前去，抓着他才伸出被子外面的胳膊，轻轻拉了拉，柔声问道：“魏婴，怎么了？”“没事，没事。”他这才借着力坐起来，往床边挪了挪，却并没有要下床的意思，而是直勾勾盯着蓝忘机。“蓝湛，你还记得昨晚的事吗？”“他还想再确认一遍。”蓝忘机一见他犹豫的神情，便知道他在想什么了，浅浅的笑着应道：“然后还故意反问道：“你不记得了？”魏无羡连忙摆手，声音也不自觉高了几度：“我当然记得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会忘？”即便是小声的嘀咕，还是被对方一字不落的听去。蓝忘机抚摸着他的发丝，道：“无需担心，魏婴，都是真的。”魏无羡听了这话，在脑海里细细回想起来。昨晚他先是借着对戏的由头，拉着蓝忘机和他对吻戏，紧接着自己脑子一热便表了白，然后那人也答应了。最后两个人一起钻被窝的时候，他也得寸进尺向对方索吻，可是再然后呢？他怎么没有印象了？他紧皱着眉头，疯狂搜寻记忆里的片段，一直回忆到自己扯对方的浴袍带子那。他记得自己不小心把蓝湛系得好好的浴袍带子给扯下来了，自然是有些尴尬，可还没等自己给他系回去，手就被按住了。蓝湛说了什么来着？不用，反正就是又按着他的后脑勺深吻了。再然后，等到魏无羡终于想起来自己为何记忆如此模糊，双颊已经红透了，视线也匆忙一开，只觉得没脸见面前那个人。倒不是昨晚发生了什么不可描述的事让他羞耻，恰恰相反，因为昨晚他不知节制的一通乱撩，仅仅止步于亲吻是肯定不足够了。他记起来，蓝湛没让自己给他穿好衣服，也没动自己的衣服，只是太过于情动，一边亲吻一边在他腰侧软揉揉捏。魏无羡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仅仅是这个人简单的触碰，都能让自己立马卸下抵抗的力气，在他怀里软成一滩水。蓝忘机吻他的时候，总有数种法子让他喘不过气又不至于窒息，那种被人掌控住呼吸的感觉，甚至有些让人上瘾。后来蓝忘机没再亲他的唇，而是试探性的从腮边吻到下颌，划过脖颈柔嫩的肌肤，再亲吻他的锁骨。不得不说，
虽然蓝湛嘴上啃他啃得厉害，但一旦换了地儿，动作也算轻柔，像羽毛一样轻挠着自己，他觉得很舒服，特别舒服，所以就睡着了。他现在根本不敢想象那时候蓝忘机是什么心情，也许抬头正想询问他的状况，却发现自己已经睡死过去了。蓝湛，他觉得不管怎么样先解释。蓝忘机早就不动声色握住了他的手，专注地看着他。他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不好意思，昨天晚上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你只是太累了。为何不早告诉我？蓝忘机言下之意是，既然这段时间他在剧组那么辛苦，为何一再要强撑呢？说很累，其实也不是，可能不是身体上的吧。魏无羡揉着额头，毕竟我以前在圈里还挺自由自在的，没活接也没觉得天塌下来了。可是，自从遇到你后，发生了太多事情了，应接不暇的，而且总是往我预料不到的方向发展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，就好像他坚定地回握住面前这个正温柔地看着他的人，道：“你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意外一样，一个意外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意料之外，每天心里都乱糟糟的，总静不下来。”他偷偷隐藏了一个原因，这些乱七八糟的思绪多半是来自于蓝湛，因为突然的动心而害怕，因为不知对方的心意而焦躁。无妨，蓝忘机应道，今后我们共同面对。本来蓝忘机能答应告白，对于魏无羡来说就已经是最幸运的事了，一想到这个人愿意和自己成为一体，便什么都不担心了。他重重地点了下头，和对方交缠的五指也用力攥紧了，笑道：“那魏婴，现在起床吗？早餐快凉了。”“当然要起喽，不过你等一下。”蓝忘机松开手，看着魏无羡把浴袍扒拉下来，再飞快将卫衣套好，就停下来了。蓝忘机不解，魏无羡却突然凑近他，扶着他的双肩，在他额头亲了一下，随即又快速离开，得逞般笑了笑，狡黠的眨眼道：“这是早安吻。”蓝忘机猝不及防，一下子红了耳根，恰好又见他3两下踹开被子，露出2条细长有型的腿，准备穿裤子。蓝忘机立马别过眼去。魏无羡躺在床上，几秒就蹬好了牛仔裤，笑得更大声了，忍不住扑到床沿，从背后抱住他：“蓝湛，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害羞啊。”魏无羡此人一向都是爱撩逗弄人习惯了，如今两人算是修成正果，他便恨不得将以前的事全翻出来逗弄这个小古板。他是直接扑过去环住蓝忘机的腰的，身材自不用说。昨晚他也是好好的过了把手瘾，现在回想起自己见过的那8块腹肌，又有些蠢蠢欲动了。蓝忘机没说话，但微红的耳根就暴露在魏无羡眼前。他没忍住凑近着亲了亲，调笑道：“你明明这么容易害羞，那为什么在片场一点都看不出来？亲我的时候，在房间室那种戏的时候，你可是一点都没脸红呢。”